收看关键时刻。现在美国五角大厦已经证实了，北韩的部队真的已经进到俄罗斯的地区，而且这个人数比你原来预估的3000人要多上很多，大概有12000名。本来以为说北韩的部队进到了俄罗斯的地区会升高这个地方的冲突，甚至会让北约非常的不安，北约非常的愤怒，但没有想到，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家竟然是中国。我们看到德国之声讲了，北韩派兵进到俄罗斯，中国不满却难以阻止。我们看到了《金融时报》居然讲说，当北韩进到了俄罗斯的地区，最失落的、最难过的，竟然是习近平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原来我们看到，在东北亚的这个地区里面，这个地方有一个结盟关系，就是北韩、俄罗斯跟中国。中国隐隐然在这个地方，我是老大。在过去6方会谈的时候，很多状况都是由中国来主导，但没有想到，当这个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，北韩跟俄罗斯越来越紧密。如果你可以看到最近两国的发展，北韩对于俄罗斯根本就是亦步亦趋，完全就是俄罗斯的小老弟，甚至我为你出钱出力，我的性命都愿意牺牲在这个战场上。还有什么比这种血盟关系更要紧密？但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俄罗斯跟北韩越来越紧密的时候，中国被抛在外面。中国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中国在这个三角关系里面，跟这两个国家渐行渐远。如果中国不能控制北韩，中国不能得到俄罗斯的支持，它在整个东北亚就越来越无足轻重。而且我们昨天不讲吗？习近平现在他的态度越来越软化，越来越软化是整个国际形势对他非常不利。现在川普这个灰犀牛越来越强大，更可怕的是，他国内的经济现在疲软不堪，现在之前的救市，那就是提篮子打水一场空。还有他现在中国的钱不断快速的往外奔逃。好，我们今天请到来宾的大方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寿松，你好，大家好。好，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，大家好。好，第三位是资深媒体姚慧珍，大家好。好，第四位是资深媒体王一德，大家好。第5位是资深媒体人吕玉峰，大家好。好，第6位是气象专家郑泽胜，大家好。走，五角大厦现在已经确定了，北韩真的派部队到了俄罗斯的地区，可是他本来想说，你这个在俄乌战场啊，你现在说离亚洲10万8千里，你跟东北亚、跟整个东亚应该没有关系。可是刚刚讲了，现在德国之声，现在所有的媒体，包括这个所谓的《金融时报》，都讲北韩派军进到了俄罗斯，中国不满，却难以阻止。我们现在看到《金融时报》也讲，中国不喜欢这样的状况哦，但是中国完全没有办法阻止，让习近平非常的尴尬。那大家不懂啊？为什么现在金正恩派兵进到了俄罗斯的地区，让习近平非常难堪呢？而且简单，因为习近平被看破了，他不是勇者，他不是勇者。为什么他不是勇者呢？他被看破了。对，你看真正的勇者的话，小弟会跟着你跑。那么事实上，金正恩呢，他就是小弟，他过去一段时间跟着中国，可是问题是现在真正的大哥在哪里？在俄罗斯啊，所以他现在跟着普丁跑了，他改堂口了。他现在准备把他的军队，你看北韩的1万多名的兵队，现在已经传言进入到这个俄罗斯的库斯科地区，在库斯科地区帮俄罗斯打仗，因为这个乌克兰军队有进入库斯科，他们帮他打仗，未来不排除要进入到俄乌战场上面去打，所以他现在小弟已经跟着大哥在这边捅人了，他们在俄乌战场打仗了。所以呢，变成这个原本的大哥习近平非常尴尬。所以我们这样不讲的，以前在整个东北亚的地区有一个所谓的铁三角，铁三角就是俄罗斯、北韩跟中国，中国一直在这边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。以前不是讲吗？美国一直在推动所谓的6方会谈，是6方会谈就是要压制北韩，让北韩不要轻举妄动。没错，当时你要压制北韩任何的轻举妄动，关键就在哪里？关键都在中国。可是这次妙的是，当北韩现在在派部队，北韩开始有所动作，北韩开始进入到，对，有人跟中国就问中国吗？没有。有人问说，中国你要处理吗？都没有。对，代表中国对北韩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了。中国已经无能为力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刚才宝杰讲到6方会谈的时候，你要过去一段时间，日本要处理北韩的问题的时候，他都先跟中国讲。对，南韩也是，请中国怎样，你管理一下北韩。美国也是啊。就这次呢，有人问中国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知道北韩已经跟着这个俄罗斯跑了，他已经没有要管你。那为什么对中国来讲这么重要？宝杰，那北韩这个位置来说，对中国来讲这是他的心脏地带。对，北京就在这一带啊。你控制北韩就可以控制整个中国的北部啊，也就是它等于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，对，我跟整个西方世界最重要的缓冲区。如果我现在一直往前推到了鸭绿江，对，我推到了鸭绿江，我离经济要地就不远了。对，这也为什么毛泽东要打这个抗美援朝非常重要的原因嘛。就被他现在，北韩现在不是我的势力，现在是谁的势力？俄罗斯来了。俄罗斯现在可以管到北韩的时候，
这个对中国来说压力多大？他等于完全被俄罗斯完全包围，他已经不再是老大哥，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，这是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。可是他又无能为力，因为他也很怕这个川普上台之后要对付我啊，所以他现在身子放软一点，就没想放软一点的时候，小弟马上就跟人家跑到这个普丁这边去了。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，他这个外交上面的这个所丢掉北韩来说，对他影响非常的巨大。所以你说现在整个习近平来讲，他这个对美国来讲得给他些绑票背，他现在这个左支右绌，可是你的左支右绌就被人家看破手脚。所以我们看到德国之声这个报道就是非常的残忍，他说中国外交部对于北韩派兵的事情，他说他一无所知，对他们说对此完全不知情啊，对啊。但是问题是他们也没办法怎么做啊。好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事实上现在中国跟这个俄罗斯跟北韩的关系越来越密切。你看两个人关系是变成这个样子啊，他老大哥已经变成是俄罗斯，那甚至怎样？现在传言啊，有很多这个乌克兰他们就说什么俄罗斯的这个军队就骂什么中国佬，这个骂什么啊？中国过去一段时间不资助我们，你们变成这个样子，他们来骂。很多人认为把过去一段时间战略不利，就直接骂中国。所以说乌克兰丢出了很多俄罗斯军队的录音带，这些俄罗斯的录音带居然讲他插的中国佬。对，好，那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就讲，事实上这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哦。你知道吗？事实上，你看我们讲以前，你看2018年的时候，宝姐，你看这张照片非常有意思，这是金正恩，这是习近平，这是金宇镇。你看金宇镇当时是怎么样，双手他这是90度这样子。对。这样去，金宇镇以前是不会正眼看人的，是金宇镇都侧脸看人的。对，可是看到习近平，他居然是这个姿势。对，你看他以前怎么对这个南韩的总统，他怎么样这样？你看，文在寅他不甩你，他是这样对习近平。以前真的就是他是大哥，咱起捞谁啊？咱天摩亚对一靠后知道吗？就没有现在完全不理你，现在完全不理了。现在取而代之是谁？你看今年6月的时候呢，这个金小胖去访问这个普丁来访问这个北韩，那看普丁还特别开车，他们俩还互相开车载来载去，两个非常好啊。因为普丁特别送了金小胖的一台车子，这是完全规格跟普丁车子一模一样的，所以普丁当时我还特别当司机，带你兜风。对，你看，普丁什么时候对人家这么好？他也就是说，他想要拉拢，他知道什么啊？你这个北韩对这个中国不满嘛，他趁机要拉拢你嘛。你看，你开完之后，换这个我开完之后换你这个试驾，金正恩你来试驾载我一下，两个人那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段时间啊，这个北韩的外长的金善基呢，有六个礼拜内2度访问俄罗斯，所以看起来的话，金正恩也接下来会去访问俄罗斯，所以看起来的话，两个国家紧密的连在一起的时候，中国是相当之尴尬。而且说为什么中国现在动弹不得，是因为我们常讲，你的权力有2种，一个是你有武力的实力，第一个是你有金钱的实力。对，现在对中国尴尬的是，你武力不敢张扬。对，你武力不敢张扬，我现在靠什么？我现在靠钱。对，可是现在中国的钱出问题了，中国没有钱了。对，没错。我们事实上在前一阵子的时候，在国庆日之前，中国国庆之前，他们丢出了一个8000亿这个人民币的一个救市方案。可是救市方案救到目前为止啊，宝姐，股市呢好了一阵子之后，慢慢又下来了。那包括房市呢，到目前为止也是没有上去啊。所以这个中国这个前9个月的工业利润率还下滑，惨哦，对，很惨啊。所以现在怎么办呢？你看现在搞了，现在最新的一个讯号是什么？连李嘉诚都要跑了。我们都讲香港的房市就从李嘉诚要跑开始。就是开始暴跌。你看现在中国，你不是照理说中国股市房市已经跌成这样了，李嘉诚在搞什么鬼？就他居然又开始在卖。宝洁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玉翠园。玉翠园是他进到这个北京的第一个开发案，他已经开发了1期，然后2期来说慢慢开发。他想说，我可以哪一天呢，可以弄个很好的价格把它卖掉。就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，它的价格起不来。那起不来之后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就最近说，我们在近日推出的50套特价房，那平均的售价是每平方尺大概7.5万的到7.6万的人民币，然后这个户型来说，比之前的房子来说打了7.6折，所以就说他降价求售，7.6折，这个已经够低的房价，他在照样打折，结果打折之后，果然大家就来买了，因为大家都说很赞。这是新城屋，对，居然比隔壁的中古屋还便宜。对，所以就市场现在，我就讲李嘉诚他何等的人物啊，他已经知道这个现在有救市方案出来，赶快趁机跑。所以他是趁着救市方案出来之后跑嘛。对。所以如果我跟你讲，如果照理说救市方案大家看好之后，我干嘛这时候卖？
也就是因为我不看好就事发生，我就这时候跑。所以那事实上对中国来讲的话，他们很多很精明的这个商人也知道说啊，这个可能搞不好就是昙花一现，我要跑了就赶快跑。所以他现在对习近平来讲，内外交迫，外交来说大家都看破你的卡就啊，你根本就你看准备被这个川普上来电你。另外一个你的内政方面来说的话，目前为止你没办法救经济，所以整个习近平来说的话是左支右绌的一个局面。吴总刚才讲的，北韩就派了1万多个部队，跑到了俄罗斯。可是你说根本就是搅乱了一池春水，现在把这个地方搞得非常紧张，让这个习近平非常没有面子，而且你说他就让普丁找到了一个支架，去改变这个状况了。对，我必须要非常冷静的来肯定，普丁是一个当代了不起的一个战略家。他在极端不利的形势之下，突然间出了这张牌。那当然，这个牌有经过一些前面的一些准备他的铺垫都有了。可是结果被人哪几个重大变化？结果怎样？提到的对习近平非常不利嘛？尴尬，先放旁边。也就是说，北韩现在做任何动作，已经没有人去问习近平的意见了。但是习近平现在中方提出一个新的论述哦，什么论述你知道吧？我既然不能阻挡这个事情发生，那我就利用这个情势怎么办？所以台湾要注意这个情报的发展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习近平我们先大概大致上交代，但要注意到，美日韩三方的军事联盟突然间开始绑紧了。因为日韩一直本身有历史的仇恨问题，没有了，现在通通放下成见，通通团结了，所以把美日韩三方的这个军事合作绑更紧了，全部绑在一起了。然后呢，韩国不客气了，韩国准备就直接跟乌克兰提出来，他派他的情报军官直接进入战场。他去战场干什么？第一，他讲情报军官啊，但是不是情报军官不知道。第一个，他语言因为他要派翻译。他说帮他询问战俘，对，他一定有俘虏嘛，那俘虏我帮你去询问情报嘛。所以说你现在好不容易你北韩派了部队，你派了部队以后，我就要趁这个机会了解你仗怎么打的，你这个到底怎么训练的，你的战力到底如何？对，然后相关的这些还有策动啊、策反啊，还脱北啊，所以他的脱北军官的已经他要派去就是脱北者嘛。那这些脱北者都有大概7到9年的军官的经历的人呢。他派了一批这种人要到乌克兰战场，所以南韩也不是吃素的，马上跟进了。那派军官去了，而且军官的背景是脱北者的背景，是从北韩逃到南韩的，以前长期他们培养的一批人，对，留在那边用的。你看，马上就派上用，所以他们是每天就是整个带弹啊，这韩国的反应。然后你看到这个北约更昏倒了，那北约整个都昏倒了。北约一看这样一搞怎么行啊？这样一搞的话，就变成一个国际大战了。对，就提出警告。但提出警告的话，那就那普丁提出另外一个说法。我这个事情是我们之间跟这个北韩、北朝鲜的所谓的互助合约里面的一环。那你们北约早就派人来打了，你们这么乌克兰哪有能力去指挥什么卫星呢？对，空中的兵力是哪里来的？通常是不是北约人们？所以这个时候就造成另外一个效果，有没有可能？第一个，北约一定会加强所谓的经济制裁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不用谈了。那有没有可能下场？北约下手了，就下场打。美国已经讲了，如果你北韩真的进来的话，我现在对你乌克兰使用美制的武器的限制我都拿掉了。武器限制拿掉是另外一回事，武器限制拿掉，你会打到俄罗斯的一些本土，莫斯科都有可能。然后，那你认为说他不会开放他的限制吗？他的战术型核武不能用吗？所以他一定会双方的整个情势会拉高。我现在讲的2个地方已经看到了嘛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在东北亚部分的情势整个拉高。对，这个时候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在东北亚闹？他东北亚会闹起来。我们刚才讲了嘛，那中国大陆已经对台湾开始要准备利用来。我如果不能阻止的话，我如何利用？利用这个情势，他在绕你台湾嘛。那台湾一闹的话，所以这个普丁厉害啊，普丁动了一招而已哦。那1万多个兵力哦，搞得整个东北亚到亚太地区，整个东亚整个乱掉，大家全部紧张起来了。那影响到谁？老美买单嘛，老美现在整个昏倒了嘛。然后我不是跟你在玩北约，我是跟你直接搞到你的亚太来。东北亚了，1万多个兵力。它有什么成本？我告诉你，成本多少钱？成本多少？1个月1个兵给2000块美金，2000块6万块台币。你算美金比较快。算美金。金小胖，我现在算金小胖不是有派很多外劳到出国啊？对。还有一些北朝鲜的女人到东北到东北去东三省开餐厅啊，做工做女工啊，1个月收个几百块人民币。
他一个人收2000万美金呐，那就2000万了。就2000万，他一个人军小胖收2000万美金，还有其他军事协助，还有其他一下都有的没有。军小胖发了，但是军小胖很小心，他整个过程中不发一言，全部由普丁发言。也就是这个锅是普丁去背的，你习近平要生气找他，不要找我，我是被动的，所以这个情况习近平也吞不下去了。当时是谁去约这个invite 这个普丁去当这个，去利用这个100年难得的机遇的？习近平自己约的。我们碰到了一个100年难得一遇的机会，我们要携手前行。然后还来一个更妙的，我们这个中俄关系无上限，不封顶啊！现在今天被给谁必压水，所以整个那中国内部会怎么办？当然开始有紧张啊。那在紧张之下的话，所以有很多新的发展、新的变数出现，而且未来10天之后情况更复杂。万一被川普当选的话，你认为川普会不会动手？川普一定会动手嘛？川普怎么可能让你北约这些人这样子玩法？对，他一定会动手。而且川普基本上是同情普丁的，所以他一定会创造一个新的形势出来。所以我认为欧洲的情况更复杂。然后现在我讲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说，这个法国人已经帮乌克兰组织了一个4500人的一个步兵旅是完全机动化部队，除了是这个豹式坦克以外，其他的所有的装备，它的这个战斗车辆啦，它的这个凯撒这个自走炮，全部100%法制的武器。法国已经全部帮他装备了。他才说我要把我的这个幻象跟幻象战机要进去了。所以法国人已经进去了。法国人早就心理概念，因为法国是完全，它是法国的军事的制造能力是全套的，它是独立化的，它不需要除了不用美国点头，它不要看美国脸色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他们法国也准备利用这个时候，就有一个问题跑出来了，就变成未来的北约领导人，还有未来的欧盟领导人，老大谁？当然，目前实际上北约不能没有美国，可是大家都蠢在各自有各自的盘算。对的，我们看到北韩现在丢了1万多人，可是很多西方媒体很看不起啊，不过就是瘦瘦弱弱小小的，只是当炮灰。有这么紧张吗？我就据说当时越南打北越的时候呢，不是北约的士兵也是又矮又瘦吗？结果把你美军打得落花流水，打了10年越战嘛。所以呢，事实上你要知道一件事，那么这些所谓的又矮又瘦的这个北韩的士兵啊，他们在北韩已经经过土法炼钢式的这个特战的训练，对不对？现在有3000名已经进到俄罗斯的边境。对，北韩有全世界特战部队最多20万，这次派了12000名去，你以为他是会派烂的去吗？不是吗？他如果派烂的去，一次就被全世界耻笑看不起，而且马上被他的死敌，他南韩马上看破手脚，原来你只是这样而已啊！所以你说这个是金正恩的面子战争，所以他这次派的是他的暴风军团。我告诉我，你以为只有派12000名的暴风军团去吗？你错了。他在暴风军团还没有去之前，北韩除了我们知道的那个所谓的常出锤的那个火箭弹跟飞弹之外，已经有940万发的152的各式炮弹运到俄罗斯去了。这是他的嫁妆啊，你懂吗？他是带着嫁妆过去的，这些炮弹全部都已经过去了。那么事实上呢，对俄罗斯来讲，那么他最骁勇善战的这个2年8个月以来，是瓦格纳军团呐。所以瓦格纳佣兵集团能打，俄罗斯不能打。但俄罗斯这些阿兵哥至少他知道，在实战经验会遇到的乌克兰他们是打法是怎么样，比如说无人机啊，比如说啊，他们用无人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锁定你了以后呢？那我应该如何去因应？对，所以你问我说，那这12000名能够这个扭转局势吗？不可能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他们一定是炮灰。但是乌克兰会付出很惨痛的代价。各位，在过去的1、2个月里面呢，我们比较少谈乌克兰战场。你说俄罗斯已经节冲过去，已经拿下了大笔的这个乌克兰的领土啊。对，所以你想说，现在派这个部队，这个北韩的部队，是整个全世界忍饥耐饿、忍受身体痛苦最强的部队。不要忘记，它不是一般的陆军，它不是一般的步兵，它是特战部队。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就好了。1968年，全世界发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为什么呢？北韩那时候派了31个人而已，31个人就是风暴军团的前身的特战部队啊，31个人而已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，在北韩打造了一模一样的
韩国的这个青瓦台的建筑物一模一样，连里面的建筑物都一模一样。要干嘛？要进去渗透进去这个等到首尔里面呢，去杀了这个韩国的总统朴正熙啊，一直到离500公尺处的时候呢，有一个警察觉得怪怪的，问他们呢，因为他们穿着的黑色胶鞋跟南韩的军队是不一样的，多问了2句，打个电话给他们派出所的署长啊，结果这个崔姓署长来了以后要看证件，当场这个崔姓署长当场开3枪被打死。在这个地方进行枪战，手榴弹丢得乱七八糟。我告诉各位，如果这一批31个人，他的目标是青瓦台，还有美国大使馆，如果让他们真的靠近青瓦台跟美国大使馆的门口进去，朴正熙还有没有命？所以不要小看这批人，为什么？熊惊熊，熊惊波全龙。这些特战部队一个可以抵7、8个用，因为他们会神出鬼没，所以他们到了以后，我保证你一定是炮灰，一定会被歼灭。但问题是，牺牲了12000，难道你知道这个金小胖他换到什么？换到了除了一个人2000块美金1个月之外呢，他换到了粮食之外，他换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，30架的苏凯35，30架的苏凯35弥补了北韩在空中的战机远远比不上南韩的缺点，这才是金小胖源源不断的去援助这个俄罗斯的最主要原因。好，玉凤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以色列千里奔袭，经过了2000多公里，直接进到了伊朗，进到了伊朗以后开始轰炸，甚至把刚才讲飞弹部队的能源设施，也就是它整个制造火药的部分、制造推进器的部分，全部是给炸掉。今天消息更可怕的是，原来他们真的是来无影去无踪，原来他们在那边建构了一个空中的绿色走廊，还有他们在进到伊朗的时候，伊朗的炮兵部队、伊朗的空军部队完全不敢有作为。为什么不敢有作为？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敌人在哪里。对，我们来想一下，以色列到底怎么样2000公里千里奔袭打掉伊朗，然后伊朗呢被打得浑然不知，以色列在哪里？在这里，然后呢一路打到伊朗，伊朗在这里。整个距离2000公里，2000公里，它怎么样？中间有哪些地方有约旦、有伊拉克这些地方，它怎么打开这个绿色通道？它是一波一波，总共2.5波。第一时间，8200部队呢先打开了所有的一个空中的通道。这通道怎么过来的？你整个路线上面，你沿途有这么多叙利亚，这些都有一个防空的雷达，全部用骇客的方式帮你关闭。关闭你之后呢，然后呢 F15跟 F16、F35一起编队，千里奔袭之后呢 ，F35先去踹门，踹掉之后呢，你知道吗？伊朗旁边有一个很大型的一个雷达，这雷达可以覆盖范围大概1000公里，1000公里的范围是有伊拉克哦，他竟然 F35就直接把它打掉，打掉之后他眼睛就瞎了，眼睛就瞎了之后 F15、F16直接到这个地方超视距就开始投弹，投弹的过程当中呢，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顺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时候 F35又把它的 S300防空系统直接打掉了。打掉了之后呢 ，F15跟 F16一边投弹 ，F35又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雷达，另外一个雷达在国际机场的地方 ，F35也把它打掉了。所以你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所以说 F35如入无人之地，对，直接进到了伊朗的境内，直接把你的眼睛、耳朵全部打聋打瞎，全部打掉了。除了 S300的防空系统之外呢，他发现说，天哪，怎么还有一套旧型的 S200一起把你打掉？顺手就把它端了。端了之后呢，你整个伊朗就像瞎子一样，瞎子的过程当中 ，F15想打哪里就打哪里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还有空中加油，还有预警机，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淡然，全部把它清除打击。那其中有个重点就是我们昨天讲到了，为什么要打这个弹道系统的它的一个燃料的一个操作器？为什么要打这个东西呢？因为其实伊朗还有很多弹道飞弹，问题是它的弹道飞弹的存量不够。如果我今天打完之后呢，我就没有了，没有燃料了。对，我就没有燃料。那为什么这些混合器非常重要？因为你用飞弹车，你可以藏在很多的地方，可是飞弹车有弹头，但是我没有燃料啊，所以每个东西都要回到这里来补给燃料。现在来说，我们现在才知道说为什么把这些东西打掉。打掉之后呢，伊朗你有没有反击能力？没有，你没有反击能力，因为你的弹道的存量这个基数打完之后没了，你就没有东西了。而且你看到他们都存在非常隐秘的山谷之中，对，山谷之中我照样帮你打掉。所以呢，现在来讲，伊朗非常的痛苦，就是说它的弹头还有，问题是都没有这些燃料的这些混合器，没有办法，没有推进器，没有推进器，你就无法来发射飞弹。好，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，这一次来说的话，为什么我们看到说你这样子怎么可能总共144辆
144辆以色列的飞机 F-35带着 F-15、带着 F-16的这些编队来飞过去，你至少伊朗你也有100台战斗机，你为什么都没有升空呢？一台都没有，一台都没有升空，一架都没有升空。你想想看哦，你前面的防空系统跟雷达被 F-35踹门踹掉之后。都已经爆炸了，这个东西是物理可见的，你的就是已经爆炸了吧？那你应该升空啦。对啊，你应该升空啊。后来他们发现一件事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都打超视距，当你的雷达系统都被打掉之后呢，你上去之后呢，变什么？变肉靶。没错，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呢，搞了半天有没有人敢升空？不敢升空，没有升空，一辆都没有。100多架的战机，没有一架敢升空迎敌，所以呢，你最后就知道说他这样子来无影去无踪，打完之后呢，拍拍屁股走人，然后呢 F-35把他们全部都处理完之后呢，这100多台的伊朗战斗机没有人敢升空，没有人敢升空的事情，人家都来了，人家都炸了，人家都走了，对你飞机没有一台升空，没有一台升空，然后呢拍拍屁股走人之后呢，为什么这次伊朗他非常非常的客气，告诉大家说，哎呀这个事情我们不能淡然处之，但是呢也不要扩大渲染，因为他们知道说他们的弹道飞弹没有这个燃料的推进器，没有推进器之后呢，无法发射。所以呢，接下来讲的话，你知道吗？国际媒体形容接下来的伊朗，你要重新布置这 S300这些防空系统，还有我们刚才讲的那一个很大的东南部的雷达，可以覆盖1000公里雷达，需要3年的时间。这3年的时间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说伊朗是整个人裸奔给以色列看的。3年，以色列可以在3年里面。传出来消息说，我们刚刚讲的，在这个地方不是有俄罗斯的防空武器，有萨姆300，有萨姆400吗？它有中国的红旗9，也就是你现在俄罗斯的萨姆300、萨姆400，甚至之前更古老的萨姆200，加上中国所有的防空武器都没有用，完全没有用，而且你要再重新建构一个现代化的，需要3年。所以呢，现在来讲的话，以色列之于伊朗的话，他就是想要打你打哪里。所以呢，现在没有打你的核设施没关系，当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打你核设施，当有需要就打你的军事用途。所以现在伊朗来讲才会这样子嘴巴闭闭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在刺激伊朗的话，接下来这3年的时间，他们可能日子不好过。好，吴董，你说最近的整个国际形势里面，你得到了一个体悟，就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，你没有实战的魄力，没有实战的能力，你根本不能称霸这个世界。你最近在看安倍晋三的一个遗著，他就讲日本很有钱，日本有一个援助，日本也给世界上很多这个所谓的和平贡献，可是没有用，没有人会看得起日本，因为你不敢打仗，你也不能打仗。现在同样的问题都发生在习近平身上了。习近平他因为共产党的建军的理念啊，跟其他国家的不太一样。但他这几年的改革开放之后，变成世界上第2大 GDP 的，它是 GDP 生产国，而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。可是它主要的收入来源来自于哪里呢？来自于西方嘛，因为 WTO 的开放嘛，所以他的客户其实就是他潜在的敌人。所以因此，习近平他在亚太想要占一片天的话，必须要跟美国冲突。对，因此，可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在美国，或者是科技来源是跟美国发生关联性。所以习近平碰到是两难，是在这个东西，这个卡住这个事情上面。但是你要反观历史来讲的话，我们回到你刚刚讲的安倍讲的一句话，安倍到处日本去援助很多国家，做了几10年的援外工作，援外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的工作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他发现不能赢得尊重，他一定要有军事的力量才能够介入处理纠纷。他概念是这个概念，这个对不对？对，这概念是对的嘛。所以他一定要把他的和平宪法要处理掉。比如说现在俄罗斯、美国的问题啊，美国就是霸权嘛，美国完全靠的就是美军跟美金嘛，大家很清楚嘛。所以在这个国家的所谓的这个霸权，国家的崛起的过程当中，当然要经过几次伟大的战争嘛。这是一定，所以说卫国之战是重要的事情，因此他对台湾什么不肯放弃的理由就是这个理由嘛。看起来是跟对台湾的这个并吞的企图心，其实是要争霸世界嘛，要争霸全球嘛。那喊的这个震天嘎响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嘛，结果这次一搞满脸豆花。那中国不是吗？中国没有啊，中国他现在没有这个东西啊，中国没有叫精神的支柱啊，他现在靠的就是。之前我讲了嘛，他靠的是他暴力跟宣传嘛，宣传背后是他的经济嘛。那现在暴力跟宣传两个东西是对内可以啊，他现在是全世界
第一大的海军国啊，对，那打过仗没有？没有，没有打过嘛，所以一定要经过考验嘛。你看日本的崛起是不是经过什么战争？就是日俄海战日俄战争然后甲午战争啊，对打2次，明治维新被检验，变成他现在还提出大国，还提出所谓的东亚共荣圈嘛，大东亚主义，大东亚共荣圈嘛，所以他一定是那个历史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一定要经过一个重大的战役或重大战争，要经过血洗。否则很难产生伟大的国家。